耶！ Hello，这一支爱尔兰皮革，对这支我们 Irish 都 Leather，走 Memo 系列，为什么还蛮喜欢的。为什它的么最近皮革 Memo 香气很有特色。对，而且就是也不会那种很厚重的皮革感，但是有它的那个香气，那种层次感，就很丰富。哦，这个品牌皮革有它自己独有的那个皮革的氛围。那它的皮革都是，算是这一家最大的特色吗？一开始，它刚成立的时候，它先出了5款的皮革系列，然后还有旅行系列，对，然后这5支皮革系列蛮受欢迎，因为它可能好像刚好在那个欧盟禁止用动物香之后推出的皮革，所以你闻起来是跟以前旧式的皮革的感觉是不一样，但大家觉得它走出来的香气表现出来感觉很特别，是，所以成为他们的招牌了嘛？对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这支爱尔兰皮革，对，有没有可以再帮我们多介绍一下？这一支是这一支嘞，当年一推出第一支爆红的，对，爱尔兰皮革曾经是它卖最好的皮革香，然后所以它其实在国外它出了一整个系列，连周边的商品都有，沐浴乳、身体乳、护后水、体香剂，然后就是它还出了一整套的旅行珠，让你可以带出门。OK， 那就是以爱尔兰皮革为主了哈。对，我印象中这支还蛮好闻的。因为它有点久没来了，这次是因为推出新版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才有这个再进货这样子。对，它重新换包装。是，之前也蛮常学货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给大家试试看爱尔兰皮革。对啊，蛮期待的。这一支我也有一点印象，那不过也有点久远。印象中是好闻。就是这一次算是因为我之前都是闻针管，它其实很多支它应该有20-30支有吧？有咯。它其实更多。这是它的当初的上市的时候的形象，就是马在爱尔兰草原上奔驰的感觉。是，我印象中非常深刻。是不是应该有一点绿调？你看它上面有那个马的那个图案，好好看。而且以前的瓶身就是这样子吗？就是这样子的颜色吗？图案类似，但是瓶身是新版的瓶身，就是雾面瓶身。之前是咖啡色，没有透光的，现在是做这种消光透光的感觉。是进步了，跟上时代。然后皮革系列好像都是黑色的瓶身。目前看到好像都是旅游系列的是那个，就那个算什么？透明吗？透明那个算对。来，比较浅色的，试试看。好哟，哎呦，他们家的皮革其实就是用绿，他们家皮革都会有绿调。因为它是用番茄叶做基底，再去搭配不同的东西。被你讲，番茄味都来了。对，我的手为什么这里突然有一个伤？所以你一开始一定会闻到那个番茄叶的香气。对呀，你割到。不晓得怎么弄到。为什么敢说这个番茄叶的味道？因为我有种番茄，所以我知道番茄叶。这支很明显哎，它其实后来每一支皮革调的前段一开始，你一定会闻到这个番茄叶的气息。它那个番茄叶有点毛茸茸的那个感觉，味道都有出来。毛茸茸的，对啊。我们之前丝肉也有，但是后来好像季节长过一季之后，它就挑光光了。一定的，正常啊，因为它就是那个时节就产过一次就没有。是啊，我以为它每年都会再来一次这样。1年1次啊，但后来就没了。好香。好，来让学姐先来，分享一下这支前调。我已经闻到那个鼠尾草跟杜松子的香气了。我现在是皮革呢，一点点胡椒香。你完全都把它最招牌的皮革都给它略过去了，你直接闻到后面去了。没那么快吧？前面的绿有啊，我现在就直接真的吗？皮革你闻到了，直接掀起来就是个皮革。我现在感觉就是那个草原的香气，爱尔兰大草原的香气。这一次我闻到爱尔兰皮革跟2-3年前闻到的感受又不太一样。因为2-3年前我闻到的时候是草原，草原的味道比较一开始就出现了。那今天反而是皮革是很明显的直接掀开了。可能是温度的不同，是不是？是有差，还是身体的温度有可能。而且皮革带的烟熏很好闻，还有一点这个
烤焦的这种 Memo 焦的味道。我目前现在好，那林心娣的现在我闻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，说它那个番茄叶的那个很绿感，加上那个毛茸茸的感觉都有出来。然后你如果说联想到它这个草原的感觉，它这个草原不是说很不是那种青草原，我觉得是有带一点黄的动物，然后带一点就是野性的那一种感觉。非洲大草原，对，有那种就是比较狂野一点的那种草原的感觉，它不是那种阳明山那种绿绿的草，就是平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这个味道非常适合看那个奥巴马在旷野的那 Netflix 种主持一个我们的世界级国家公园。他第一集就是带大家去非洲的一个那个，它大概这样子一个天然的动物园，大概就台湾的1半大这样子。这就是它的动物园。对啊，这个很香哎，很喜欢。我的皮革出来了，现在感觉有像马厩里所有皮质的东西，那个推开那个木门，然后马鞍上面那个皮的香气，是，然后甘草香，现在变成不是大草原，现在变成是你喂马的那个甘草的香气。那而且学姐形容的画面非常的好哦，就是你进了这个马厩，推开之后，乖这样子那种感觉，然后对，它现在的草一片干燥的草香，对啊，干燥草香，那跟几年前闻到了爱尔兰青青大草原好像不太一样呢。我觉得啦，我印象中有点不太一样啊。好，但是这个有特色啊，对不对？马厩，好闻，好，那学姐这一支通常你会建议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跟一天什么时间点使用呢？我觉得它很实穿啊，它上班很适合啊。上班适合。对。晴天、雨天，然后哪一种天气你会带出去？因为我现在在做缩图的时候，晴天吧。晴天。我觉得会晴天。大太阳吗？对。可是大太阳它这个稻草感会有一点变热了。我都喜欢，我觉得它也很适合雨天。我觉得都适合啦。对，因为它会带给，就是在雨天的时候会带给你那种干燥暖的感觉。是。但我喜欢那种感觉很像马在草原上奔驰，阳光洒下来那个氛围，加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对。好，因为你们现在讲的我都要记下来，因为我现在做这个缩图的时候，我把它写上去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适合，我也觉得适合下雨天的，它会给你一个相对的那种干燥感。对啊，就是所以整体来讲，其实它就是比较干燥感，然后带阳光，然后带比较向阳的那种味道。它不是给你潮湿感。OK， 如果是潮湿感，你可能就更不想在下雨天的时候去使用它这样子。好，那林心娣你会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跟这支？我觉得这支上班还蛮适合的，它是比较偏就是正向感觉的，但是又不会过于太轻松那种味道，对，它是有给你这种微阳刚一点点，但有一种比较有正面能量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又不会说太有不会过于放松，我觉得可能看我们的工作的状况，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要积极。就是上战斗场那种感觉，就是这支我觉得非常适合。OK， 或是你可能今天需要一个开会，或是你想要有这个味道可以带给你力量感，就这支蛮适合的。OK， 好，那学姐刚刚有讲了嘛？我觉得它比较有个性，它还蛮适合上班族上班的时候喷，或是你想要去参加什么比较正式的场合，你想要找一个特别，然后又不张扬的香气的话，我觉得这个 OK。是，OK。那这一支目前在我身上，我觉得皮革味道在男生是尤其明显。如果你喜欢皮革的话，因为它这一个 Memo 有太多什么什么皮革，什么什么皮革，什么什么，但是目前让我觉得最有皮革感的就是这一支了。好，所以如果你要挑一支，你觉得比较强烈一点皮革有让你有感的，我觉得是 Memo 系列是这一支爱尔兰皮革，可以让你真正感受到
皮革的味道，那种 power 感。哦，那我知道很多男生蛮喜欢这个皮革感，对啊，那务必一定要试试看爱尔兰皮革这一支。这一支皮革箱是我第一次觉得女生穿皮革也 OK。对，因为它前面我在我身上前面的绿感，对，我现在还在绿感，它就是带绿感的那种。这个我很好奇你们。对，我还在。对，我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啊。我现在还是有闻到那种番茄，但是它的皮革没有皮革还是有，就是皮革一直都存在的。你的好像我的没有那么绿，我觉得我的也很皮耶，我它没有那么绿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鼠尾草，可能鼠尾草跟杜松在我身上都会很显吧。我觉得蛮像的啦，是蛮像的，对，只是每个人对这个味道的，或者是我今天对皮革的嗅觉特别的敏锐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每一天都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舒服。前调先介绍到这边，我边做个笔记，回头来再跟2位一起来聊这一支的，看后调的感觉。爱尔兰皮革会不会绿绿的出现哦？啊、好，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风之安后调回来了，哇！学姐说这个皮革开始爆开来了。我在我手上是炸开来的皮革，整个就是那个马跟马鞍的香气。是。那我现在还有闻到一些烟草的味道哦。因为它有马黛茶。哦。因为马黛茶自带新香料，你会觉得很像烟草。哦。有点像，有点像烟草的感觉。原来不是，但闻起来是。有哦，而且这个烟草好像是在大自然当中吞云吐雾带出来的烟草，还是在草原上。好，来林心娣，那这一支后调目前在你身上，我的好像走的还蛮慢，我觉得我的那个绿感加皮革的感觉还是蛮明显的。对，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味道出来的那个番茄叶的那种绿感的感觉。现在少一点点，但是其实还是很明显。是，对，我觉得它没有走的非常变化，没有到非常大。对，然后目前的话，就是你们刚刚讲的那一种，你说很像烟草感那种，也有。对，就一个还蛮。所以你也有烟草感。也有。OK。对，这几个元素都有。是。我拿回去喷的时候，我个人觉得除了海洋皮革外，这一支那个杜松的清爽，一开始在，突然有人插播，对，有人插播，有人插播，就要拿麦克风，对，不然你会听不太清楚这样。我真的觉得这一支真的是除了海洋皮革外，因为它那个杜松子营造出来的，清爽的味道，就是那种真的不油腻，然后不是中年油腻男的味道，闻起来清爽的感觉，对，真的特别清爽，非常适合外面这个。可能有40度的天气，真的是40度。对，因为我刚在外面等计程车，就妈整个暴汗。对不起，我突然讲了脏话，就整个暴汗。我有这个，真的是有够热。对，哇，非常谢谢我们那个幕后串场的豪哥，对不对？突然冒出了他的感想。莅临，对，大家光不要讲莅临，就是我现场。你要不要再加蓬荜生辉啊？对啊，金碧辉煌。对啊。好，来学姐，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香调，草香皮革。草香皮革，它也是有那个苏格兰高地带来的那种清爽感，然后苏格兰高地对啊，然后有一点烟熏感。对，烟熏有，所以为什么苏格兰高地可以酿造出这么好品质这么好的威士忌？其实这也是它的地势的关系，对，它的天气、它的水质都有这个关系。所以这一支我觉得非常的英姿飒爽的一支香水，真的，而且男女皆宜。我发现豪哥来，我们对话的内容就是变不一样了，画面感都出来，就是中年油腻男的。你有到油腻吗？你又没有。OK， 好，那学姐，那这一支，持香跟扩香，你给它几分？持香跟扩香，满分是5分哦。对，5分。哇，都5分，两个都5分。对。OK， 这是我收的第一支 Memo 的皮革。哦，所以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前中后调的那个层次很分明，然后都可以真的给你就是
刚刚我不是有看一个形象嘛？对前面有看，就是他那个形象图，马在爱尔兰大草原上奔驰，然后你会闻到所有跟马相关的气息，但是是舒服的，没有臭味的，就是很像那个你骑马风呼啸而过，你闻到的气味 ，OK， 很舒服。是，怎么让我画面想到《还珠格格》？还珠格格，干嘛这样？对，我是想到豪哥开着他的跑车在高速路上没有奔驰的跑感觉。车，对，就是一台老爷慢车啊。好，那雷西利这一支，那学姐你给他总分几分呢？总分，我很喜欢这一支我可以给他10分吗？好，10分当然可以啊。好，我正在做笔记下来。好，学姐给他10分，因为这一支对他应该是第一支入手的 memo 嘛。但是我第一次来你这边闻这一支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冬天，那时候我记得穿得到，但是一喷出来，讲真的我没有很喜欢，因为那时候天气很冷，太锐利了，就是那个杜松子你可能太锐利了，对，会显香，更显香。对，那因为我是低温人，那后面，但那已经是快3年前了。3年后的夏天比3年前的夏天更惊人。是，应该说这3年我们彼此也都成长了。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拍片拍，接受度也不一样，接受度变了，然后喜好更广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喜欢这种杜松子的那种清凉的味道，对，就是不油腻。但其实豪哥没有讲错一件事啊，就是如果这支香水的前段是很显香，或是它的扩散性是很好的，我其实建议你们是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才要使用。对。它如果扩散性不好，或者它是贴肤的，其实才应该是在天冷或干燥的时候去使用。所以夏天有些香水，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太显香或太重的香味不选在夏天用，其实你可以，只要那一支香水不会让你太燥热。对，因为有些香水喷下去你会觉得很烦躁，那就不要嘛。但只要不会让你有烦躁感的香水，只要它显香跟扩香，反而建议你们是天气热的时候你要去使用它。所以这一支现在夏天刚刚好，因为它的草香会让你觉得很清凉。是，学姐建议的非常的好哦，大家记得，如果忘记要再回播一下。来，那林心丽这一支，你会给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？绿调、皮革调、绿调、皮革调。好，那持香跟扩香呢？我觉得还蛮强的就是4分都有4分，1到5分都有4分，持香也4分。对，因为在我身上的持香，目前我觉得好像还在中调，就是味道没有到很后面，我觉得它还在走。OK， 那总体分数0到10，喜欢的程度，对，我要给它9.6。9.6，，OK， 还蛮喜欢的。所以是普遍是给蛮高的呢，好，那给几分？我刚刚突然有9.6啊。好，对，你刚不是说9.6吗？不是我10分呢，我爱它。好闻，这是9.6了。9.6，对。那我们当然要问一下特别来宾哦，豪哥这一支持香跟扩香，你5颗星，你给几个分别？那个持香，干嘛突然腼腆了起来？持香持香，我觉得中上了，没有说特别久，因为可能香材的问题。OK， 可能香材，但扩散其实基本上很强，因为杜松子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被应该讲被你的嗅觉嗅出来的味道，所以它其实扩散是很强。那因为扩散很强的东西，其实对，由于它用杜松子，因为比较清爽嘛，那基本上夏天非常适合，所以它当然就是它的持香可能是中上，但是没有说像那些木质调是这么的特久这样的持香时间，但是基本上在夏天香调已经算是非常长了，对，比正常柑橘调长太多了。但你还是要给个分数，就是1到5颗星这样。1到5颗星哦，以这个嗅觉的记忆度来说，我可以给它5颗星。5颗星，因为你一闻就知道我闻到什么了。了解。那扩香呢？扩香1到5扩散吗？扩散我也可以给它5分。OK， 对，
了解。那你刚刚好像还闲了半天，就还给我我没有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啊！难得没有戴口罩，实在太热了，所以不能在幕前。对， OK。那总体分数你给他几分？啊，满分几分10分啊。满分10分哦，满分10分，我可以给他9.5分，真的9.5 9.5分。 OK，所以他这个是这个品牌的代表作之一。对，所以总的来说，大家都其实都给这一支印象是蛮好的，对这支印象是蛮好的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非常谢谢3位学姐李心丽，还有幕后的豪哥，给我们这次爱尔兰之星相当大的评价，相当高的评价。好，那待会30秒再拜托帮忙一下，下一支见喽，好拜拜拜拜。